王辉掏出匕首就帮东哥，结果那哥们还他妈挺厉害，一下就把王辉给制住了，顺势一推，俩人倒地上。爬起来的时候，王辉看到匕首正好扎在那东哥的胸口上，那人一看这样，撒丫子就跑。碰到这事儿，我他妈怎么知道该怎么办？大伙都是兄弟，我把兜里那几千块钱给他了，后来就没联系了。王辉说是姚吉干的，姚吉说是王辉干的。唉，两个人咬来咬去的，到底是谁呢？不管是谁，总还有一个人，得把那瘸子找着。喂，哟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喂，喂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是来自首的。宝贝儿，那天晚上，你他妈，看你他妈还瞧得起我！臭丫头，瞧不起我！打我！当时我很生气，我只想教训一下他，并没想杀死他，所以我划了他30多刀，都避开了要害。如果有人发现，1个小时之内把他送到医院，他就不会死。可杰卫东最后还是死了。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我走了以后啊，又不放心，我担心，万一没人发现，他死了怎么办？毕竟啊，那个胡同太偏僻了，
于是我就返回去了，我就看见了。走。先安排嫌疑人辨认吧。好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先喝点水。啊，谢谢。姑娘，我能麻烦你个事儿吗？您说。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从轻发落，也知道他一定不会跟你们说。5年前，我们全家开车出去玩儿，回来的时候，老耿着急回部队开会，结果追了一大货车的尾。我们的女儿小燕脑外伤，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脑死亡了。还是老耿做主，说把小燕的心脏捐献出去。他说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唯一的女儿继续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。我也知道，他经常去酒吧看的那个人，就是当年接收我们小燕心脏的人。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耿叔是为了保护那个姑娘，才对齐卫东动手的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你们网开一面，从轻发落他。怎么样，顺利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问你话呢。你知不知道我们冲进去的时候，周书彤什么样子？你是不是以为你把周书彤交出去就能换回真凶啊？你知道戚卫东是怎么死的吗？你知道那一刀是谁扎的吗？你知道那30多刀是他妈谁划的吗？你以为你挺聪明是吧？到底是谁？说，毒品藏哪儿了？怎么着？我就是一 dealer， 还杀了人，反正都是死罪。要烧要剐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毒品，你们自个儿找去吧。
你们警察不是挺牛逼的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嘴硬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垃圾啊？那你弟呢？如果我是垃圾，你弟就他妈是狗屎。放心吧，我们很快会找到那些毒品的。根据最新气象分析，目前大气环流发生调整，副热带高压增强北抬，暖湿气流活跃，我市将提前进入梅雨季节，望广大市民做好防梅准备。5年前我做快递的时候，跟豹子哥打过交道，知道这伙亡命之徒有3个藏毒的地点：火车站附近的集装箱中转站，长途汽车站附近的地下仓库，还有就是3号码头仓库。根据监控录像分析，妖姬经常去的地方有3处：城东他父母家、城北小三的住处，还有城南码头附近。我们分头排查。之前那个毒贩子跟妖姬说毒品有点潮，我猜妖姬藏毒的地点应该就是3号码头。雨伞怎么换了？来，这边。这是4号院，跟隔壁的5号院、6号院一样。今年5月啊，整体拆迁，所有的住户都搬走了。隔壁小区已经开始拆了。目前啊，只有这栋楼还保留着。半年前，大年夜那天晚上，住在301的一家5口都被杀了。在结案之前，这里将一直封锁。这里就是……上楼吧，来。凶手是晚上10点多钟进的屋。因为小区太旧，4周就没有布设安防监控，这时间是汇总各种线索推断出来的。住在301的户主叫吴征，他对外的职业是废品收购站的老板。可调查发现，他还经营一个
各种违禁品的中转站，且可能与犯罪集团有密切关系。现场没有发现强行闯入的痕迹，不出意外，是吴征给凶手开的门，他们很有可能认识。这就是吴征，尸体被发现时面朝下，背朝南，这说明是吴征领着凶手进屋时背后遇害的。伤口只有一处，是从左肩胛骨向下刺入，直接贯穿心脏。这是吴征年近70的母亲，她应该是听到了门厅传来了某种声音，或许是吴征的叫声，她便从沙发那起身向门厅走去。凶手迎面给了她2刀，一刀卡在第6、第7根肋骨间，没有伤及脏器。凶手调整了第2刀，从远近处呢平行刺入，造成了长达12公分的贯通伤。发现老人尸体时，他手里拿着毛衣针，还有他给孙子织了一半的毛衣。吴征的妻子任静，当时正在这里跟2个孩子玩，她不知道外屋发生了什么。高亚楠呢，对这里喷溅的血迹进行了分析，还原了任静遇害的大致情景。据推测，凶手是将任静推到门边，自左至右划开了他的喉咙，长达24公分的伤口将他2侧的动静脉全部割裂。高亚楠认为，任静被割喉到尸体死亡间隔1分钟左右，至少在30、40秒里，他还有意识。正是在这30、40秒里，他亲眼见到自己7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死在自己面前。这就是。是的，依据现场采集的指纹、DNA 以及一位近距离目击证人的陈述，都可以确定，凶手就是关宏峰的孪生弟弟关宏宇。关宏宇表面上是宏宇物流的老总，但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分析，他的业务也许会跟毒品贩卖有利益相关，而且他极有可能认识吴征。我推测，他们俩表面上是合作关系，但暗地里存在竞争。
且吴征一定是掌握了关宏宇的一些秘密，以至于埋下祸根。关宏宇认为，警方一定是掌握了吴征贩毒的证据，将要实施抓捕。他把其中牵涉出自己原来找吴征验口，因为当时吴征的家人都在，他便下决心斩草除根，免了吴征满门。东东，如果你现在的工作安排放在半年前的话，我会无条件的支持你，甚至是欣慰，因为毕竟关宏峰的刑侦技术在整个军港市那是数一数二的。但我更让你知道，作为一个警察，比技术更重要的是立场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待在这么个人身边。怎么个人？关宏峰脱下制服，离开支队，现在又分文不取，假装归队协助工作。他所做的一切，就只是为了维护一个人，就是这个杀人的恶魔。对他而言，他的亲弟弟比公职重要，比一个警察的正义感更重要，甚至比这一家的生命都重要。彤彤，你告诉我，这样的关宏峰是个什么立场的人？我越来越看不清你了。你明明和姚基认识，还知道姚基和吴征也认识，却对我只字不提。那也得分认识到什么程度。我跟楼下小卖部大爷还认识呢，也得向你汇报啊。你能从一句“货有点潮”就能判定藏毒的位置，如果不经常跟他们接触，哪儿来的这些经验？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？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参与过运毒？说到底了，你还是不相信我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做物流很难的，要想轻松一点，必须打理好这些人。所以我才知道姚基跟吴征是谁。我知道他们之间有来往，我甚至知道吴征跟我们公司之间有生意。可我怎么知道运的是什么呀？我是个做物流的，又不是做安检的，我还以为吴征就是个收垃圾的呢。那你怎么知道毒品在哪儿？你为什么对这些这么了解？所有仓库的信息都是全京港市物流公司公开的信息。我不但知道他们仓库在哪儿，我还知道他们固定的运送时间呢。知道线索以后，自然就想到了，怎么了？还运毒？是，以前我是在社会上混的，但我没你想的那么不堪。反倒是你，没想到你作为一个警察竟然这么黑。你说什么？我问你，如果昨天晚上周树桐死了怎么办？没有如果，没有如果，挺自信啊。那武玲玲怎么死的？作为警察，为了维护法纪和正义，我们必须有牺牲的精神和觉悟。我们是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，只有做到坚定无畏，才能保证老百姓安全。所以我们叫人民警察，而你当不了警察。别再跟我提武玲玲。我告诉你，那天晚上我更希望死的人是我。我不光不怕死，我更不怕打一灭亲。所以你给我老实点儿。如果让我发现你有问题，就算你是我弟弟，我一样会把你送进去。法官，
官，干嘛呢？磨磨蹭蹭的啊！没听见。电视那么大声，你耳背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在戚卫东的验尸报告中，他指甲缝里的 DNA 信息你看了吗？是亚楠刚刚提取出来的。技术队拿 DNA 做了比对，得出的结果是关宏宇的。老关，他还在京港啊？那个 DNA 不是他的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直在问我跟亚楠有没有私下见面吗？那天晚上，是我跟亚楠约在了银宿酒吧聊我弟的事儿，结果碰上了齐卫东。跟他打架的人是我，他身上的 DNA 是我的。那为什么当时你不说呢？我不想让你知道我跟亚楠见面的事儿。为什么？啊？我这个支队顾问的身份比较特殊，我弟弟跟亚楠之间的关系你也清楚。虽然我跟亚楠聊的我弟，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但毕竟是敏感时期，说出来徒增大家的烦恼。更何况，我就算告诉你，你也不相信，多说无益。得，我还以为关宏宇良心发现了，准备回来自首的呢。上次那茶不错，走得急没喝上，再给泡一杯呗。你不是来喝茶的吧？我看你就是执念太重，所以暴饮暴食，你一个人吃了那么多啊？留着给老虎的。嗯。哎，刘，你干嘛去啊？不行啊，尸体明显被移动过，你现在抬走的话会破坏现场啊！拿走吧，拿走吧，拿走，拿走，走。哎，师傅，打伞呢？不用，你赶紧去现场看看。哎，行，去吧去吧。好嘞。老关，现场都这德行了，你也没招了吧？
现场还是会留下一些痕迹的。等亚楠和技术队完工再说吧。好。周队，今天雨这么大，现场的绝大部分痕迹会不会都被冲走啊？你和老刘往这干嘛来了啊？就是，正好今天。哎，老关。 真是个不祥之地呀！哎，董涵，消息可靠吗？派出所那边说了，肯定是命案。这个命案哪儿都有，这主要是能不能上头条啊？小罗给我发了照片，你们看一下。我已经找交管局的姐们查了，你们猜这个车主是谁？谁呀？谁呀？李地森。李地森，而且死的。 还是一男一女，一男一女啊！银少礼呀，这个花花公子，近来他不正跟网上那个长爱打得火热呢吗？哦，如果这个女的要是长爱的话，那可就劲爆喽！肯定劲爆。不过，这么严重的案子，咱能进去吗？别人肯定没办法，但我绝对没问题。你？看我的。 那你小心哦。哎，到时候万一出了状况，得让总编保我啊。啊，行行。哎，仔细点啊，放心吧。倩，你这得收拾到什么时候啊？是不是？我帮你吧。要不然。 咱们把这块地面全部都铲走，回去慢慢筛。你看有道理吧？哎，高哥，去拿把铲子呗。哎，谢了啊，谢了啊。你愣是干啥？赶紧去！哎呦呦，别淋着，别淋着，把帽子戴好。没事，我没事。别着凉。来，搭把手，搭把手。我来帮你。 来，往这里折。哎，快点！哎呦，切，我屁股进雨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真凉嘿！怎么样？哎呀，一男一女遭同一利器戳刺致死，男的自左后脑枕骨刺入，穿过枕骨刺入了脑干；女的主要2下。 第1下划破了左侧的颈动脉，造成了车内大范围的血迹喷溅。第2下自颅顶骨、颞骨和蝶骨的交汇接缝位置刺入，是致命的一击。2者死亡时间基本一致，都是在凌晨1点到2点之间。遇害后，2具尸体都被重新安置过。颅顶骨、颞骨还有蝶骨，就是太阳穴，整个颅骨骨板的一点。对，就是颅骨最脆弱的部位。 小豹，快来！哎，来了！哎，豹哥！啊！技术队在里面吗？他们让我拿这个。哦，在里面忙活呢，快！好。同志，等一下！你好，那个我们是记者，请问这里发生什么状况啊？哎，我们正在工作，你们不要靠近，好不好？哎，您等一下，我们知道这个4号院之前也死过人，和今天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啊？ 哎呀，我们正在工作，都告诉你了，赶快回去啊！请回，你再说一下吧，哎。
我是。你不是。小王，哎，带走。哇！天啊，这鬼天气！这场大雨对现场破坏得很严重，对于法医队和技术队的取证工作影响太大了。要不要在现场值个班？案发已经过去将近10个小时了，大雨对现场冲刷得很严重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留下的所谓的证据和现场也就剩下这辆车了。要不干脆让亚楠他们把尸体固定在后座上，封死后车窗，把车开回支队再做勘验。目前情况来看，2名被害人应该是在车内发生关系的时候遇害的，很有可能是凶手击碎后车窗以后，从车内把车门打开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对2名被害人实施了谋杀。不过，有些古怪。古怪。首先，凶手在杀害2名被害人以后，重新布置过现场，也包括被害人的尸体，还有衣物、坐垫，甚至移动过座椅。从行驶证上来看，男性被害人应该就是车主，而车上 GPS 的最后一条记录，就是离这里很近的一个叫火宫俱乐部的地方，有可能被害人昨天晚上去过这个地方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手机是我在前排座椅和置物箱之间的缝隙找到的，很有可能是男性被害人故意设置的。嚯，五马，这要是传出去可了吧？哼！说话说的不是时候，伤口上撒盐，你最在行。你们凭什么扣押我？哎，你是负责人吗？我跟你说，坐下。这位同志，我是一个有国家新闻总署核准资格的记者，有权知道事实的真相。你们没权扣押我。而且我们社和你们区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。你冒充支队刑警，进入警戒线封锁的犯罪现场，泄露侦查阶段的重要线索，侵犯被害人隐私，这就是你理直气壮的资本啊！这案子前置案，让他们看着办。哎，你们这是司法滥权，你们这是非法剥夺我和广大受众的知情权，你们必须要给相应的解释。从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张照片发出去了啊！你知道这些侦破阶段的重要案情发出去，让凶手看到他会怎么做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可能会销毁证据，也有可能会马上出逃，甚至在你们的宣传鼓舞下会继续作案。你要是脸皮够厚的话，把这些说辞对被害人家属说去。